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这一节要带您看看国际局势有什么样的改变。这次加入我们的来宾包括了国际政治专家赖玉贤赖老师，午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的退役少将厉正杰厉将军，午安。佳琪午安，午安，各位观众大家午安。以及我们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苑教授，午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这节的国际局势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乌拉圭访中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呢，习近平在北京呢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乌拉圭总统奥尔西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两国的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投资、促进贸易等领域10多份的合作文件。那么乌拉圭总统这一回来呢，也很给力哦，他直接呢逛紫禁城、爬长城，甚至呢又发访华朋友圈，可以说呢，他真的是中式的很彻底。他领略了中国魅力，中国驻乌拉圭大使黄雅中也陪着他，途中还跟游客自拍来打卡哦。那么呢，有人就说了，为什么来中国？乌拉圭总统就说了，这个中国行呢是在拓展乌拉圭的国际参与度，以此为契机吸引投资推动发展。他说中国是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奥尔西甚至说了，过去10多年，中国逐步成为乌拉圭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很多年份都名列第一，特别是在牛肉跟纸浆上，乌拉圭高度依赖中国他们的需求。那么现在川普亲手推开盟友了吗？你可以看到呢，川普极限施压奏效了，美印达成贸易协议，印度放弃俄国石油，换取18%的关税，外贷5000亿美元的采购承诺。川普宣布对印度的惩罚性关税50%下降到18%。新德里当局同意切断对俄罗斯原油的依赖，转而买美国或委内瑞拉的能源。那么莫迪政府在战略自主跟美国优先之间的平衡术，带来地缘政治重大的转折，也重塑了整个全球能源的供应链。但是也有人不甩川普，像是中英就达成了商业协议，北京承诺近1000亿的市场准入了。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英国首相施凯尔访华4天，也会见了习近平，达成了协议，为英国带来数亿英镑的中国企业新投资，还有价值新台币950.4亿的出口，还有新台币993亿的市场准入。那么现在川普挥大锤敲碎盟友，是不是反而让大陆有机会来称霸呢？ CNN 就分析了一个关键的指标。他说，川普以多变及强硬的外交政策对盟友长期挥动大锤，那么使出了棍棒，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战略空间。这几周，习近平陆陆续续接见了不少的西方领袖，包括美国最亲密的传统盟友领导人你看像英国首相施凯尔、加拿大总理卡尼、法国总统马克宏，甚至是北约盟友芬兰总理奥尔波。环球日报就说了，这与其说是这些国家选择了中国大陆，不如说是他们顺应了整个时代的潮流。而我们现在带你看到，现在全球是不是都转向了中国了呢？英国首相施凯尔就说了，希望更多的人来学习中文。被问及是否应该有更多人学习中文的时候，他说，随着双边的关系加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有更多的人才学习这门语言。英国媒体也说了，访华之后，施凯尔谈中国基建等领域的行动速度，还说英国真的太慢了，技术以及基础建设等领域像他们那样的行动速度非常重要。他认为英国的推进速度真的是需要再加快。而现在呢，对于中国而言，农历新年要到了，最大的事就是什么？就是春运。那么为期40天，2026年的春运启动了，光是中国全国的铁路预计就要发送5.4亿人次。根据央视报道呢，平均每天就要发送1348万人次，同比增长5%。2025中国高铁新开了16条里程，迈进了5万公里。2026年多城将告别没有高铁的地方。那么现在武契奇也说了，中国机器人，哎呦，真的好厉害！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观赏中国机器人的表演的时候呢，也向中国机器人来握手。没想到呢，机器人还跟他做了自我介绍。他说，这种技术发展真的是令人觉得相当的着迷，对于未来产业格局有一些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先来问一下赖老师，赖老师你怎么看这一回乌拉圭访中呢？乌拉圭访中这一次很重要这个最主要是77国集团的组织77国集团组织它是发展中的国家，目前来讲，它的成员国已经发展到134个成员国了
这么庞大的一个组织，它是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这些发展中的国家134国所组成的，总部设在日内瓦。轮值国的主席是由亚非拉，就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个国家来去轮流上一次的主席在这一届中，也就是2024年就轮到了拉丁美洲了，因为上一届它是亚洲嘛现在轮到拉丁美洲。那轮到拉丁美洲，轮值主席国是谁呢？乌拉圭。那乌拉圭它的任期多久呢？1年。所以它等于是它每一年他们都会办一个77国集团组织跟这个发展中的国家或者其他的大国之间的一个会议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中国大陆就在这个今年一开始就把这个拉丁美洲的乌拉圭这位轮值国主席把他邀请到北京来访问，而这次访问的时间很长，7天。我们看到他去参观很多地方。那今天跟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有会谈，而且有了联合公报，而且有谈了很多的一个合作。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大陆是让他去看、去参观这个整个中国大陆的各地方的经济发展，那让他有一个直接临场感，有一个直接的印象。这个印象很重要，是为什么呢？第一个，他对于南方共同市场，因为乌拉圭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重要的会员国之一。南方共同市场是由巴西乌拉圭、巴拉圭还有阿根廷、智利等这5个国家所组成的，所以等于是南美洲从北到南这么大的一个地区。那这样的一个南方共同市场，在前段时间才跟这个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那你想，这个巴西也在推自由贸易协定跟中国，那乌拉圭本身也在推的话，那我想它会起很大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对于整个中国大陆跟拉丁美洲的一个关系的连结，以及大陆跟所有的亚非拉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连结，它在今年的轮值国主席里面，它可以跟中国大陆有很多合作的方案，可以提出很多的议题。那这样的话，对于推动双方之间的就是2+1之间的活动，那就非常的有利。所以我觉得大陆这一次的战略布局布得很明白，而且直接就谈到了15计划，也就是说希望乌拉圭参与15计划。乌拉圭如果也带动了南方共同市场，也带动了这个134个国家都参与中国的15计划的话，那这个对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一个推动就会很有帮助。我个人觉得这个战略选择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怎么会突然间找这个小国？因为它才340万人口而已。对，中国的一个中型的城市规模，中国中型城市的规模可能人口数都比它都还大那它国土面积虽然大，但是人口数很少。但是怎么会这么高礼遇的来对待这位乌拉圭的这位国家的总统？然后乌拉圭的总统在中国大陆停留那么久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中国的整个拉丁美洲跟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南共体以及南方这个集团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是一以贯之，没有停止过。前段时间习近平在跟鲁拉的通话中也谈到了，也就是说发展中的国家永远站在一起，中国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它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份子。那这是代表大陆不管它的很多的省市地方都已经到已开发的国家，甚至高度发展的国家了的地区了，但是它的态度跟立场还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我觉得这一点拥抱群众是很重要的，拥抱这个联合国190几个国家中134个国家这个大群众确实是很重要。另外，我个人高度怀疑这个莫迪答应川普的5000亿的采购，能不能兑现？不可能。为什么？因为美印的贸易额一年才1000多亿美元，1000多亿，而印度从美国进口的是870亿美元，出口才400多亿美元。那你如何能够达到5000亿美元？
印度哪里找出这5000亿美元？所以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情况大概是莫迪在忽悠这个川普，让川普自己在那边可以吹嘘。但是问题就在于，川普的任期只要2年多，2年多你能够把印度榨出5000亿美元来，我才不相信。好，那我们来问一下苑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尤其是现在川普一直拿着关税这个木棍到处去叫嚣，但是是不是反而让很多的盟友就往中国去靠近了呢？确实是如此哈。这个从2025年的年底，从西班牙、法国，然后在一开始的话呢，爱尔兰、韩国。然后一直到了这个加拿大，然后这个英国，然后这个接下来2月份的话呢，这个莫茨就德国的总理也会来。那么这个巴拉圭的话呢，这边情况，巴拉圭的话呢，其实讲起来也相当重要啊。我觉得它当中有一个细节大家没有提到，就是1930年刚开始有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巴拉圭就是冠军了。所以说这个跟巴拉圭这合作，除了牛肉跟纸浆以外，还有一个很多的足球学校啊。大陆真的是也满心满心想要推动自己的足球运动。不过我觉得这里头的话，最重要说明了3件事情。刚刚主持人问到我说，川普这个大棒乱挥这个结果啊，现在基本上到了被人家看破手脚的地步那么就是连印度人也知道，对于美国来讲，先答应，到时候再怎么说，另外再做那么实际上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川普现在很生气认为韩国答应说要这个投资迟迟不肯动手然后立法机构没有通过就是说15%跳到25%就随便他乱加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讲话一点诚信都没有，可以说变就变的话呢，这个确实是让盟邦非常惊讶。然后第二点呢，我必须要谈到这个英国这个国家非常特殊。英国国家特殊的原因的话呢，大家知道这一次跟美国杠得最凶的是加拿大的总理那个叫做 Mark Carney。卡尼呢跟那个美国的川普杠得很凶的，但是他最主要的一个身份的话呢，因此我知道卡尼身份是做英格兰银行的行长那么他卡尼本身来讲，同时具有爱尔兰英格兰的跟那个加拿大的国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卡尼首先做一个开端，然后英国的话呢就直接步入的话，大家不要忘了，英国的话呢本身是大英国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领导性的国家就是说是这个骆驼就是再瘦的骆驼也是比马大的大家要了解，就是说是英国的转向，尤其是阿斯利康的投资啦，还有这个里头当中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就是说是这个香港的这个财经这个股市的话呢，是这个上海或跟伦敦。还有香港，他们之间，尤其是香港是这个离岸的人民币当中一个主要的地方。然后另外的话呢，香港选择了一个交换的一个单位的话呢，就是在伦敦。所以英国本身在财经所扮演的角色是极为重要。那么在这里头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个人会觉得说是这个大陆从2026年开始的话呢，外交政策获得了非常的进步之外，还有非常大的成功。最重要的原因的话呢，我是觉得大陆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先是强调压制美国因为美国的话呢，就是对大陆也有压制嘛。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要搞死日本。所以我相信大家短期内是看不到日本有任何的领导人会到中国来访问，然后剩下来的话呢，通通是好朋友不管你是有钱的、富有的、开发的、未开发的，什么通通都无所谓其实也没有未开发的，就开发中的或者说是已开发的国家，那么都是好朋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大陆在外交的场合要制造出一种氛围，就是这个不用挖就是美国的盟邦，我对你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尽量多交朋友。但是对于美国的做法上来讲，大陆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说呢，他们这些国家，包含加拿大、英国什么，他们都是说睽违了8年、9年之后这段时间的话呢，是他们听美国话的时间。那这段时间的话，现在应该算是已经过去了。好，那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厉将军农历春节要到了，大陆的盛事就是春运，今年的感觉运量又更加的多了，您怎么看呢？首先在这边祝这个两岸之间的同胞这个新年快乐。中国人都是很勤奋的啦，大概每年大家都是经常，尤其是大陆这个土地面积这么广大，都是在外地工作。那等到过年的时候，要利用这几天假期，赶快回家跟家人团聚讲起来也有它辛酸一面，但是也有温馨的一面。但是以前来讲，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每次讲到大陆的春运那真的是人山人海，所有火车站挤满了人。以前有一部电影叫这个
囧》那部电影，我想说各位观众可能有看过有印象，他就描写大陆春运的时候回家有多这个中间路途之中所发生的很多辛苦的过程，还有很多的故事哈。当然他是用笑话的方式来演出，但是其中也表达出来中国人在回家过年这段路的辛苦。但是今年慢慢我们改善了，看到中国大陆8纵8横的这种16条的高铁陆陆续续都已经完工。那高铁运输当然是一般铁路运量的好几倍哈，然后运输速度更快，可以让大陆的这种由于它的基础建设，可以让家人很快可以回到家里。跟家人团聚，可以更多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其实我特别感触非常深刻了，因为以前我常年在部队，每一年过年的时候，这个阿兵哥回家，其实那也都是挤火车挤得受不了，然后好不容易回到家了，然后没2天就赶快待家待不了多久，又要赶回部队去收假哈。这个因为火车大概从台北到高雄，有时候动辄10几个小时那么久，那现在有高铁确实是方便很多。那我补充讲一下，莫迪哈。这个真的是老狐狸一个，大家不要小看他哈。说这个答应美国5000亿，第一个刚刚赖教授也讲了嘛，第一个他是忽悠川普不可能的，第二个哈，你不要看他第一个得了便宜又卖乖，他这个关税可以从美国的关税从50%降到18%哈。虽然说他不买俄罗斯的油，他答应买谁的油？你知道，委内瑞拉的油，哈，刚好又可以跟美国做一个朋友。然后美国这个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强取了委内瑞拉的油之后，他现在要替委内瑞拉这个卖油嘛，他就是卖到印度去。除此之外，哈，他为什么可以这个不跟俄罗斯买油呢？我跟大家不要忘了，他前2天跟这个欧洲来讲刚签了一个这个 FTE 的这种自由贸易协议哈。那他可以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好处，当然欧洲这时候也是因为被川普搞的，他非要赶快跟这个印度哈最大的一个人口14亿人口的市场签订这自由贸易的协议，所以说这个莫迪在这一把来讲，其实我认为他是占到便宜了，虽然说他不跟俄罗斯买石油，或许他的油哈品质油的价格可能会贵一点。可是他在其他方面他可以补过来，譬如说关税，它从50%降低到18%哈。譬如说跟欧洲的贸易，它可以省掉很多关税，所以事实上它是占到便宜的。大家不要以为说是，他答应了美国好像吃亏了，没有，莫迪果然是万夫莫敌，他还是天下无敌的。但是我们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当这个俄罗斯的油不能再卖给印度来讲的话，它油会卖给谁？我觉得很明显嘛，它就会加大卖给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对这件事情也会是占便宜。那俄罗斯卖的油可能给中国的油，那中国更有空间去谈这个石油的价格，还有包括天然气更有空间去谈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川普做这把下去可能真的是获益最大的，大概就是中国大陆跟印度这2个国家。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再带您继续聊聊国际局势。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一节带您聚焦在美国总统川普身上。那么川普现在又有一个新计划了，他的计划是什么呢？带您看到的就是美国史上要做第一个川普启动120亿美元盖一个关键矿物保险库，要为名气建筑抗中防线。他说要准备呢启动这个关键矿物储备计划。那么一开始的资金规模就是120亿美元。那么希望美国努力降低对中国稀土跟其他金属依赖的同时，也保护这些制造商不用受到供应冲击。彭博就说了，预计要怎么样？要结合16.7亿美金的民间资金，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100亿美元贷款，为汽车制造商啦、科技公司还有其他制造商的采购并储存矿产。这一项计划是美国第一个为民间产业建立这样类型的矿物储备机制。那么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说了，现在美国正在做的这件事就是要夺回或重振关键的矿产资源，采矿业、汽车业跟半导体产业。那么现在川普推关键矿物的库存计划，通用在哪里呢？包括了波音啦、Google 等等，参与的企业已经有10多家了。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呢，包括了3家的能源集团、大宗的商品贸易商都已经签约了，将负责采购原物料以补充库存。只不过你可以看到呢，
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这错误的行径。中企员工到美国被扣留了60个小时，大陆的外交部强烈不满，说坚决反对。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说了，最近有中国企业人员到美国的时候被美方无端的盘查扣留，将近60个小时，那么是将近快3天的时间，并且被遣返。中方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而且是坚决反对。那么你看，美国现在经济呢，真的是不太好美元美债不再神话，抛售美国背后的信心危机。彭博说了，美国拥有全球最深、流动性最高的金融市场，但是美元长期稳坐在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公债更被视为首屈一指的避险资产。但是这件市场却浮现了抛售美国的论述。如果这种信任动摇，美国资产将不会被再视为最安全的投资选项，所以外资就会怎么样？抛售就会削弱美元，进口成本上升，借贷利率走高，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进一步恶化财政的状况，甚至引发所谓的经济衰退。那么美国媒体就说了 ，K 型经济显示美国的财富不均已经持续加剧了，而且结构性的裂痕正在加速扩大。川普政府推动大而美的税收跟支出法案，是导致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驱动因素。K 型经济对于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具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而持续关注到美国经济，美国政府又停摆，本周五还推迟发失业率，很多人都会以这个失业率为指标来判断这经济现在到底是好不好。没想到他们说呢，由于政府部分停摆，所以他们不会依照计划发布所谓的非农就业报告，原定周2发布呢，那么12月的职位空缺报告也将推迟发布。美国众议院院长强生也说了，众院要过几天才会对该法案进行表决，而不是之前所承诺的2号开会表决。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联邦政府停摆不会像预期那样的短暂，而是可能还会增加拖延更多的日子呢？再来带你来看到这 ICE 呢，真的是惹怒了很多人。那么暴力执法事件频传，美国蒙面执法人员持枪逼停无武器的女司机，也就是她根本手无寸铁。我们带你来看看这个画面。I'm right at the corner of Jefferson. No, no, I will not. I will not get out of the car. No, no. I will not get out of the car. You guys, I need CEOs here now. Get out of the car. No, I will not get out of the car. You Get out can't. of the car. Get your hands off of me. Get your hands off me. Get your hands off me. I am not doing. 好，可以看到画面呢，这一名女驾驶说：“我什么都没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那么那个人就说：“你就是阻止联邦执法，而且他也蒙面，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执法人员甚至帮他戴上手铐，导致他身体有很多的凹青，跟甚至有很多的擦伤。”好，现在全美都在反 ICE。那么波特兰催泪弹乱飞，明州零下低温人体牌 SOS。美国多处城市过去在周末持续上演反对的示威抗争。风暴中心明尼苏达州的民众透过骑单车在结冰的湖面排出了 SOS 的字样。那么现在呢，激烈执法惹出了争议，移民官员将配备随身摄影机。好，那么他会记录整个执法的过程。只不过现在在明州有5岁童返家，还有很多的未成年人被拘禁。因为上个月呢，被拘捕的明尼苏达州5岁男童跟他的爸爸被法官下令获释之后，已经抵达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家中。但是资料显示，其实还有很多的未成年人依旧是遭到拘禁的状态。那么他们现在也坦诚有交错误的资料，拘留所环境是相当的恶劣。一名驻长岛的高级官员承认了，他们在亲自翻查监视器画面之后，发现自己向联邦政府法官提交的有关被拘留者的资料是错误讯息，他为此致歉。此事源呢，于 ICE 的法官痛批拘留设施对于被拘者进行一些不人道、恶劣的关押，甚至提交明显错误或虚假的法庭资料，被法官威胁将依法处理，并要求一定要赶快的来改善环境。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状况真的是不太好。我们先来问一下赖老师，赖老师你怎么看？我觉得有关于川普他想成立这个矿产储物单位来作为对稀有矿产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控制还有就是
它的供应这个部分。您看到了它的这个银行愿意提供的是10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是10年，所以1年大概就10亿多啊。对。可是问题是这样子，现在是中美之间都在跟时间赛跑，怎么说都在跟时间赛跑，谁先到达终点，谁就占上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先是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在科技方面打这个科技战，对。然后在半导体啦，还有半导体的关键的设备啦，包括 ASML 的光刻机啦，还有就是包括先进制程的晶片，像我们台积电的先进制程的晶片不能卖到大陆去啦。对。还有就是日本的一些原料半导体的重要的原料也不能卖到大陆去等等的。所以美国联合它的所有的盟国然后对于中国大陆在科技方面，那么要遏制中国的咽喉，不让中国大陆能够呼吸。然后要让中国大陆倒下来，向它俯首称臣，这是美国的做法。那中国大陆怎么去反制美国呢？大陆采用的就是稀土的一个反制力量。那这个稀土的反制力量，事实上也是确实打到这个蛇的七寸上了。也就是没有稀土，你美国的武器做不出来，你美国的战机做不出来。刚开始我想有一些青鸟在我们的活动里面就是说，没有稀土跟 F-35战机有关吗？后来证明确实有关包括永磁土在内，也就是没有这么一个永磁土，坦白说，几乎所有会转的引擎或者马达，你几乎都没办法用。那你想有多少东西要用到一个车子，有多少要用到这种会转的？因为你包括这个雨刷，它都要用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国大陆反制的时候，打到美国的切身上的时候，美国痛苦了，美国的盟国也痛苦了。中国大陆有效的牵制住美国的这个做法，有效的牵制了。现在美国当然想摆脱中国大陆的这个牵制，中国也想摆脱美国的牵制嘛。所以双方都投下钱、投下人力、投下科学家，然后大专院校也都投进来了。对，那也就是说彼此之间在相互的竞争，谁先达标，谁就占上风了。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克服了所有的 ASML 定理的东西，半导体的先进制程也都能够做出来了。那坦白说，中国大陆完全可以把稀土更加的紧缩，你美国只能俯首称臣。所以对美国来讲，他也在预防这一点，因为彼此之间都在赛跑。可是美国在稀土方面要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靠这100多亿美元，我觉得第一个钱不够。第二个没有人才，第三个时间不在美国人手中。好，我们持续来请教厉将军，你怎么看？我们刚才看到一个很震撼的画面，是蒙面人直接把人从车上拖下来，这位女驾驶，您怎么看这样子的动作呢？我想现在美国的 IC 等于说对美国人来讲的话，是已经变成全民公敌，然后甚至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几乎全民美国全体的公民都在反对他。其实这个事情是其来有因的因为这个 IC 在美国的这种川普的要求之下，到处去捕捉所谓的非法移民而且他们还有这个每天要交的一个进度，每天你要捕捉到多少人，所以他们有业绩上的压力，必须要去逮捕这么多每天给他的，比如说你每一天要逮捕到10个，他就到处去抓人嘛，抓到最后，为了达到业绩，他就不择手段。我们看到刚才这个镜头里面，他只要说是怀疑说你这个女子你是非法移民，他就这个直接去捕捉。那这种状况会造成2个现象，第一个就是说违反人权啊，譬如说这个小朋友才5岁大而已他就用这个小朋友用这种很卑劣的手段，用这个小朋友当诱饵去骗他爸爸妈妈出来，因为他觉得他父母亲是不是非法移民，想要骗他爸爸妈妈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会造成什么情形呢？造成说美国的一些底层的一些就业人员，他会找不到工人譬如说是餐厅里面洗碗的，他们都是用一些非法移民嘛，长期以来都是如此。你把他抓走以后，我这家店我就没办法开了，我餐厅里面没有人洗碗，所以就变成美国老百姓这个对 IC 几乎都是很反对。那也是正因为如此所以 IC 到每一个地方要去抓人的时候，
这些美国的老百姓就会怎么样？就会吹哨子，你知道，就是告诉大家说 ICE 来了，ICE 来了，好像是告诉大家说狼来了，狼来了，大家小心一点。你如果是非法移民，你赶快躲起来。甚至于说有一些的这个美国公民就拿个摄影机拿个手机就开始对着他们拍，所以他们才会变成什么样？变成说每个把脸蒙起来，因为他怕人家报复他，所以他把脸蒙起来，他要去抓人。他也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不是很这个合乎道德，也合乎这个法律的方式，所以他把脸蒙起来。那很多的时候 ，IC 到那边要抓人的时候，要捕捉非法移民，所有老百姓围上去，你知道，所以他们也很紧张，就枪就掏出来了，所以就变成说是美国这个制度到最后就变成说是 IC 跟美国公民几乎是已经是一种内战的状态。那当我们有一句话哈，叫做千年之病很难求这个3年之爱。你这个美国，你基层员工，你需要你基层的就业的市场，你需要这么多的这种打工的人员，那你想要借着一个 IC 这么快的捕捉，把这些人捕捉走，我觉得不是治本之道了。你长期来讲，你应该想办法先解决你基层劳工人力的需求，你再来捕捉非法移民，或许还合。那你现在用这种方式，当然引起美国民众的反感，尤其是说状况，我觉得越演越烈。到现在，美国已经有300个城市已经在抗议 ICE 了。我觉得这真的是越演越烈。而美国民众现在反感的恐怕不只有 ICE 这个部分，包括了他们的经济，他们也有很多的维持。我们来请教一下苑老师，你怎么看 K 型经济很多人都说这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对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的话呢，很大的原因是，首先大家有一个错觉，因为我们在报道中只报道在美国赚大钱的人，从来没有报道美国人过得比较辛苦的人。那大陆最近有个老 A 他报道美国的斩杀线的时候呢，里面所产生的现象让大家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就会感觉到美国这个国家确实是老早就是因为这个美国社会当中的话呢，在竞争上来讲，资本主义社会嘛，但是它只是这个儿童的乐园、年轻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啊，你只要觉得有用的话呢，那你赚钱就是比一般高很多。那这样子久而久之下来，没有竞争力的人的话呢，他也要活着所以说就构成了这种情况。不过刚刚回到这个ICE这个 ICE 的情况我必须要强调一下，这个是我们在哲学强调讲说，你做这个事情到底是决定的、是命定的，还是自由的？我觉得 ICE 的话呢，它的问题发生就是说，美国有绝大多数，不是说绝大多数的人投票给川普，川普的主要诉求就是把非法劳工、非法移民全部赶走。请大家记住哈 ，ICE 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的话呢，完完全全都是在清除非法的人。这个非法的人呢，就是所谓的黑户，他没有身份证。大家知道，美国是没有身份证的。我们从小就很羡慕美国没有身份证，美国人都是掏驾照的，驾照跟你有没有合法移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ICC 为了要达到他们的 KPI 指标，就只好靠2件事情，一个是你讲话有没有腔调。我目前为止听到讲话腔调最重的是川普的老婆她是斯洛维尼亚人东欧人讲话腔调很重。另外的话呢，就看你长得像不像非美国人非美国人的话呢，就是明尼苏达州。我在明尼苏达州做过研究明尼苏达州80%以上的人是北欧的后代而且的话呢，那个州的话呢，表现特别宽容。索马利亚人还有苗族的人在明尼苏达州也非常多因为越战期间的时候，他们接过去了几万人，上10几万人的苗族人。那么几十年下来的话呢，人数也不少。那在这种情况下 ，ICE 就为了要抓黑户的问题，你又为了要能够达到 KPI 的要求，你又为了要能够满足于那个 MAGA 那些人要支持把所有的这个没有身份的这个移民全部赶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他们只好严格执行因为反正都是黑的，最后只好找那个。所以说，美国现在有很多在明尼苏达州的原有的那个原住民都被抓走，因为长得像墨西哥人然后另外有很多黑人吓得要命，把护照贴在头上开车，就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另外很多人的腔调不是正宗的美国人的话也是。我总而言之一句话了，不要去美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欢迎回到
到新闻大白话，那么持续带您来讨论国际的局势。不过这一回我们讨论近一点的，就是我们邻近的亚洲的日本。我们带您看到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现在自民党是不是要重回巅峰了呢？高市早苗领军判夺300席的修宪门槛，现在近在咫尺了。高市早苗宣布解散众议院，那么在2月8号进行投票改选。产经新闻跟富士新闻网综合民调显示，现在自民党有望能够单独过半，执政联盟呢现在是有希望超过300席以上，甚至能够跨越发起宪法修正案的310席大关。那么日本众院选举花费已经破855亿日元了，平均每个人都要支出呢大概是826日元。高市早苗说日元的贬值是喜滋滋，被在野党反驳说你都不知道民众生活已经惨兮兮了吗？高市早苗说，随着日元贬值，日本的外汇资金特别会计运作的状况良好，处于一个喜滋滋的状态。但是呢，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联合的首相呢，这个野田佳彦呢，他就讲到了，他说看家庭账本的时候，有人会觉得喜滋滋吗？光是看到超市的价格标签，大家呢都吓得半死，哪里还来的喜滋滋呢？现在日本900万人沦为底层阶级，再努力工作，似乎也很难摆脱困境。那么你可以看到，日本劳动人口在2025年首度突破了7000万人大关，其中有30%的劳工都不是正式员工哦。那么日本劳动阶级已经诞生名为底层阶级的新阶级了。这个阶级呢，已经超过900万人。日本社会现在贫富的差距也是相当的大，已经不是缓坡的阶段，而是差距非常的大，已经是陡坡了。无论再怎么努力工作，你似乎都摆脱不了这样的状况。所以呢，他们呈现出一个越加固化的倾向。所以现在有学者也提出了担忧。我们那里看到的是，现在涉台言论引中国反弹，强化防卫财源不明。日媒分析了高市埋了一个众院选举的风险。他说他夹带高人气呢，撼动自民党的选情，看似气势如虹，没有错，大选是大胜在望。那么现在呢，屡次对台议题发表刺激性的言论，已经埋下了一些卫交的隐患，同时主张从根本强化自主防卫力的相关财源，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有关国民负担的讨论也没有深入的讨论，所以这会不会是他接下来的隐忧呢？尤其他现在呢是军事修宪，自家人都不太相挺。高市早苗呢，去演说的时候呼吁自卫队写入宪法。他说呢，日本宪法第9条主要的内容包括不维持武力、不承认交战权等等，被称为这个和平宪法。那么他希望有意把自卫队写入，但是自家人好像也没有那么支持他。现在俄罗斯的外长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威胁亚太和平的稳定。俄方通过了外交公开渠道向日方表达了你再军事化的进程，任何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威胁国际安全的行为，他们都无法来接受。那么现在日本想要做抗中，是不是一个白日梦呢？号称破中国的封锁，日本宣布首度成功从6000公尺的深海取回了稀土沉积物。但是这个沉积物真的能够拿来使用吗？日本从海底采出稀土泥，产业化面临难题。那么现在有教授就说了，在深海底呢，他们呢进行复杂的操作，在技术上也很困难，从来呢还没有看过对海底中含有稀土进行提炼的例子，而且同时开采所需要的装置、船只都是需要巨额的费用。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 CP 值没有这么高啦。那么现在中国游客减少到访，日本1月的免税销售额持续的下跌，就连赴日航班都跌了48%。仙台等日本10个机场现在班次几乎是归零的状态，所以说是可以说是很惨。赖老师，你怎么看日本现在的状况？高市早苗目前的声望还是很高啊，民调支持度一直维持在60%多左右，他所领导的内阁也都在60%多啊。还有他的自民党啊，目前来讲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的第2个最大的在野党这样的一种推论，就是说认为390席，因为当初高市早苗的估算是360席，正负30席，所以最高是390，最低是330啊。当时的估算是这样，那也就是说他一个党就可以过半数啊，这是他们当时最乐观的估计，所以高市早苗才解散国会，也就是说上台不到几个月之内就把国会解散，1年半里面一个日本选了3次的大选，这个对于日本来说确实是劳民伤财，而且对于以现在的国际局势这么的复杂啊，然后已经国际上走在十字路口上，
这个让政府陷入瘫痪，因为在选举的过程里面，基本上政府基本上是停摆了，因为日本经济也没有很好，对，也没有很好。那这个对日本是不利的，对，但是他考虑到他自己，也考虑到他的政党的利益，他就不管日本人的利益了啊，因为以个人跟政党利益为重嘛。其实有些地方也是如此嘛，哈，那现在的问题是，日本高市早苗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推断，这个推断其实会产生很大的后遗症。什么样的错误推断呢？他们认为可能中国大陆会跟这个安倍晋三时代一样，也就是安倍晋三在第2任的时候，他那时候上来的时候也是跟中国大陆也是仇中反中恨中嘛，对，推民族主义，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大概是在2013年左右哈，10几年前。然后那个时候日本认为说，最后你看中日的关系还不是走向平稳，这个就是所谓的安倍晋三的这个全盛时期，也就是说从对抗，然后发展到最后中日好了，然后日本也已经这个继续往前走了。所以他的估算里面，这次中国大陆也会一样，只要那个自民党大胜，然后只要他们继续对中国大陆采用这个强硬的态度，大陆就会妥协。他认为是这样，他也用这个来去说服日本的年轻人。所以目前来讲，日本的极右翼、日本的右派和日本的年轻人的票，其实就集中在高市早苗跟集中在自民党这边。可是我觉得这次高市早苗跟自民党他们的估算是绝对的错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不是10几年前的中国了，今天的中国比以前更强大， GDP 比以前更大，科技能力更强，而且事实上连美国自己都承认，中国事实上在科技上是超过它了。卡内基最近有个民调，问了美国的绝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已经有超过7%以上到2%，他们认为中国在科技在各方面都已经超过美国这个或者是即将要超过美国。那你可以看看，以一个这么强大的中国，怎么可能面对你自民党掌政的一个日本说你要对我强硬，我就跟10几年前一样，然后就对你就慢慢的就缓和下来？不可能的。我觉得大陆目前对于极右翼的日本，其实打得正顺手，而且我觉得会一直打下去，然后会打到日本只会越来越衰弱，日本只会越来越贫穷。就像这些早稻田大学教授他们所看到的，我认为可能会情况会更加的恶化，也就是它的底层的这些劳动者已经到900多万，等于是8个劳动者中就有1个是活在底层下。对，那这种情况会不断的在扩大，日本的 K 型的情况会比想象中还要严重，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自民党你们想得太乐观了。好，我们持续来问一下，就是厉将军，你怎么看？现在高市早苗有意把自卫队写进他们日本的宪法里呢？日本这个修宪的门槛是什么呢？它就是参议院跟众议院都要有2/3的这种投票通过之后，再交给全民超过18岁以上的公民来实施公投，公投过半以后就可以修宪了。那这个关键就是卡在这个参议院跟众议院这2院里面，是不是可以达到2/3的席次？那目前看起来这个高市早苗上个礼拜这么一哭，确实是有可能会达到了。原来他的支持率原来最早是说可以到达70%几嘛，后来跌到50%几。但是上个礼拜他在电视机前面一哭，哎呀，说我这个什么一个女性在日本这种社会里面我可以当到首相不容易啊。但这一哭确实有效那支持率突然又爬升到60几，尤其是说自民党原来大家对于自民党很多的这种弊案来讲的话，它的整个党的支持率大概只有30%几。那现在居然传说中光自民党自己就有可能单独过半。那如果自民党过半，再联合一些右派的政党，包括维新会，那可能就超过310席，超过310席就达到修宪的门槛。那当然他就可以修这个和平的宪法。和平宪法里面，我举其中一条给大家
这个和平宪法里面哈，它有一个自卫队法哈，就是日本军队的自卫队法。自卫队法里面，譬如说是它现在的，因为为了避免2次世界大战它军国主义的形象，所以它将军阶都做很多的名称的改变哈。那这次他希望能够恢复2次世界大战他们的军阶，譬如说是我们自由国家讲少校嘛，他又讲少佐哈，我们讲上将。他讲大将哈，那是2次世界大战日本皇军的名称。那当然这个名称是写在他们自卫队的这种法令里面。那你要修这个法，就必须要修自卫队法，就可以改名称的。所以我觉得这极可能他就修改这个名称。当然你要知道，在全世界2次世界大战有一些这个战败国，包括德国，大家为什么会不会那么计较说德国他们继续建军不会影响？因为德国他认错啊，他们认为他那当年纳粹这个欺负犹太人是不对的行为，他们公然认错，而且禁止在国家里面这个讲到有关纳粹这2个字，对德国来讲是非常敏感，也认为这是他们的耻辱。可是我们反观日本有没有这样？日本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还继续去拜靖国神社，继续鼓吹军国主义的思想，甚至于要发展所谓攻势的武器。所以在这种种种，当然让东亚包括到东南亚这些国家哈，包括中国大陆，包括这个俄罗斯这些国家，当然大家会紧张不安。如果说你继续在走向军国主义，是不是又要走向侵略主义？那是让大家不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苑老师，你怎么看日本说他们找到了稀土这个东西？这个是对南鸟岛屿的话呢，在海底下6000公尺挖到稀土啊。这个日本本身来讲的话呢，长期来讲，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日本人对自己的科技很有信心了，而且日本的话呢，觉得他们自己是亚洲最优势的一个国家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么面对了大陆就是2026年的一开始就是禁止稀土出口，然后呢，就是所谓的两用物资里面包含稀土啊，那么对于日本来讲的话呢，构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因为日本的所有的工商业的产品啊，主要的制造产品各方面的比较稀罕的东西，稀土本身的话呢，耐磨啊、耐高温啊，然后这个有各式各样的磁性啊什么的，比较灵敏啊，那么这些在新的科技上，所以我们称稀土为这个工业的维生素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这个部分的话呢，那日本也不甘愿。日本是最早所有的发达国家当中最早对于中国控制稀土就非常注意，在2010年就开始他们曾经告到 WTO 这种情况下，那么日本本身的话，经过长期努力，到现在16年的时间当中。日本都没有解决稀土的问题，尤其有关于重稀土方面，几乎100%依赖大陆的进口。那么对日本来讲的话呢，它一定要制造一点消息。但是制造这个消息的主要的目的的话呢，说明了一件事实，就是日本人的话呢，就是昧于情势啊。那么这次包含了高市早苗的选举当中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个如果说是因为日本只需要233席就可以这个继续让高市早苗当这个首相，然后310席的话，他可以修改他的宪法。那日本现在这个朝向的目的就是为了军国主义招魂，而这件事情的话呢，在大陆来讲的话，甚至包含俄罗斯来讲的话呢，都严重的提出警告。